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它？这么多只狗狗，这么多的相遇，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只走进了你的生命？嗨，我是 A 凤，在这里分享狗狗故事，也聊生活和自我成长的疗愈旅程。如果你也相信毛孩不是宠物，而是灵魂的陪伴者，那么现在就邀请你按下订阅，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旅程里慢慢理解爱的模样。在前几集我谈过 Lucky 的故事，也聊过失去和疗愈，而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和动物之间其实有一份灵魂的约定，那么在它们生病离开，又或只是静静地看着你，它的灵魂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或许在今天这一集，你会看见自己的故事，命定连结与能量对应。今天我想聊聊，为什么每段相遇其实不是巧合，而是灵魂的选择。我相信每段人与动物的关系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在灵魂的层次里，我们在相遇之前就签下了一份灵魂契约。那份契约可能是为了陪伴，为了修复，也可能只是为了提醒。有时候我们以为是自己在选一只狗，但其实是它在选择陪谁一起成长。灵魂之间会互相共振，当我们处在某一种能量状态时，会吸引来频率相似的灵魂。或许你吸引来的是一只特别敏感的狗狗，那是因为你的内心也渴望被理解。也许你收养了一只充满创伤的流浪犬，因为你的生命里也有一个想被拥抱的伤口。灵魂契约的完成，当疾病与离开出现。接下来这一段是我在读到灵魂契约这个概念时最震撼的一部分。有些灵魂会选择用疾病甚至是死亡来完成一段缘分，不是惩罚，不是悲痛，而是一种灵魂的安排。当我们去深爱另一个人、婴儿或动物时，我们的毛孩可能会显化某种身体疾病，提前离开，为的是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历学会爱与放下。因为我想到去年我们认养6岁的 Lucky， 因为 Lucky 他是一个身心都受重创的狗狗，所以我花了很多精神在照顾他。而5个月后，我人生中的第一只宠物，也就是17岁的维达，就突然走了。我也曾经非常自责，认为是我自己带回来新的狗狗，而让维达提前离开了。后来我才明白，我跟维达的灵魂契约已经完成了。维达只是在等待，让我先拥有一份新的爱，才离开我。动物会选择在适合的时间离开，带走它已经完成的部分，留下给你继续学习的那一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是在失去之后，才真正懂得爱。动物灵魂选择离开的那一刻，其实是在完成一份灵魂功课，也就是教会我们没有形式的爱。人类的爱常常是带着条件的，我希望他能够活久一点，我希望他不会生病，我希望他可以永远陪我。但灵魂的爱是自由的、无形的，当形体离开之后，那份能量其实还在，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拥抱你。协力疗愈，它不是来拯救你，而是你们一起长大。我们常说宠物会疗愈人类，但更深的真相是，我们与它都在彼此的生命里相互学习。Lucky 刚到我家时，只要我一离开房间，它就非常的焦躁。那时候我觉得它好黏人，后来我发现，原来我自己也一样。我不想让人家发现我害怕孤单，所以常常假装自己很独立。Lucky 的不安正好照映出我的恐惧，所以疗愈从来不是一方在治愈另外一方，而是双方在彼此的陪伴里，看见自己尚未被整合的那一块。动物的意识层级，他们早已懂得我们还在学的事。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观点，动物灵魂的意识其实不低于人类，他们只是选择了更单纯的方式来体验生命。Lucky 不会怀恨，不比较，也不担心明天，他只专注于吃饭、睡觉、爱与被爱。而我们人类呢，我们在爱里计算，
在失去里恐惧，在拥有里比较。动物没有宗教，也不谈灵性，但它们活得比谁都更像灵性。有时候我会想，动物来到这里是为了教我们怎么回到单纯。它们不在意阶级，也不需要被肯定，但我们却常常在努力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动物没有语言，但它们懂得倾听。它们不谈原谅，但它们懂得释怀。当我们愿意蹲下来与它平视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以灵魂的高度去爱。镜像协议，它在演出你不敢面对的那部分。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更深的灵魂现象。有些动物会替我们演出我们不敢面对的那一面。灵魂之间常会签下所谓的无意识镜像协议，意思是当你与某个灵魂互动时，它常常会用行为、身体或情绪映照出你内在尚未面对的课题。Lucky 是一只高度敏感又容易焦虑的狗狗，这反映在我自身呢，其实就是过度敏锐、过度紧绷的问题。Lucky 的不安其实就是我自己灵魂的投影，所以当我开始学会放慢生活节奏，收敛紧绷的情绪之后， Lucky 也开始学会放松了。有一次我看见 Lucky 一直在舔他的前脚，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明没有受伤。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自己那一阵子也因为焦虑而把指甲剪得很短，所以那一刻我也懂了， Lucky 其实是在替我演出我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情绪。他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安，也提醒我你可以更温柔地对你自己。爱的延续与灵魂再相遇，结束不是离开，而是爱的延续。灵魂契约的完成并不代表结束，而是爱的另一种延续。有些灵魂会在下一世再度相遇，有些灵魂则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守在你身边。我相信 Veda 和我之间的约定不会随着时间结束。每当我学习更宽容地对待我自己，我都能够感觉到它还在，只是以另外一种样子存在着。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用理性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遇见这一只狗或某一段缘分。当你静下来，你会发现每一次相遇，每一次分离，每一场病痛都藏着灵魂最善意的安排。那只陪你走过风雨的狗狗，可能是你灵魂最温柔的老师。如果你也曾和一个生命签下属于你们的约定，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们的故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铃铛，也别忘了去收看其他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愿你被爱也能去爱，拜拜。